探访100位同志的家，看见100种爱的模样。今天我们来到了番禺，我们去探访一对同志伴侣的家，走，跟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产生 Hello。这个是我们买的一个很小的房子。当时哪一年买的？ 18年、17年啊，18年上半年吧， 18年上半年中买的，然后一直装修到12月。12月住。对12月入住。他设计的。哇，这整个都拆了，本来是1房1厅的，这就没有房间，就只有我们的床。这里是2.2米乘2.5米吧，还是2.2米乘2米？都是2.5米，就2个人就挺够用的。对的，2个人就还不错。厨房是开放的。厨房也开放的。你们现在做饭多吗？周末吧，周末几乎就在家就不做了。周末都在家里做。对。然后衣服就是不晒的，就是烘干。然后因为为了养花就不晒衣服了。多多尿尿。哦，他等一下。多多尿尿，他不一定。他现在尿还没来，有看到我没来。菠萝成功率高一点，他有点就比熊就比较蠢。对。那2只智商好，可是呢就控制不住，比较吵。他现在唯一一个技能就是，好笼子，一喊笼子就去了。对，这是他的笼子。另外2只呢？大的在上面，小的在那里。拖鞋吧。他要跳上去吗？还是要抱上去抱？他会先进这里，然后我再把它抱上去，就3个。另外2个在洗澡。他们平时上厕所嘛，可是上完厕所如果我们没在的话呢，那整个厕所就是脏的。有忘了关过，然后就是整个厕所都是屎跟尿，而且我们回来就整个厕所都是。过来，帅，好棒。有空，平时我们周末就带他们出去咯，平时不带他们就在这里玩。对，你们俩还不遛狗是不是？基本是不会，很少遛的。被发现了，很少。有些人说不大好。就是我叫周四，今年34岁，是潮汕人。我叫小明，然后今年40，我是广州人。对，我们在一起已经9年了，然后结婚算3年。对，我不能碰他这棵树。因为他说死了就怪我这个是我们那个收集的，然后这个是杨怡跟燕子给的一些什么海王的就很多的跟 LGBT 有关的一些。对，还有这个照片是哪年拍的？这个是结婚那年。我也忘记，我都忘记了。照快3年结婚证。对，这个是能入镜的吗？可以啊，我们自己做的蜡烛。然后我们家不是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我们说，如果他妈妈过来，我们怎么这些要不要收起来？因为我妈妈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算一个家吗？因为我妈妈已经住惯了比较大的房子，然后没有见过说这么小的房子，然后她最近还跟我讲说，你们要不要再换一个？最近房子便宜。可我们算过这边的房贷是我们2个。就算说失去了工作能力，然后去打一些散工，也能供得起来。可是如果超过这条线，那我们2个可能就不会换。应该是没结婚前，我们已经在一起也好几年了嘛，就邀请我们妈妈过来的这边。对，因为那时候买了这边的房子，装修好了，就很想去邀请对方的家人过来看看。我们2个好像有一种宣布说，我们是在认真的在相处。我们是认真在一起的，我们是认真在一起的，就有不是开玩笑的。对。然后给你们做2本。以前就是下班回来就做饭吃，然后就比较晚，后来就不行，因为越来越胖了。就2个人一起吃饭越来越胖，后来就说算了吧，我们周1到周5还是各自吃吧，然后周末再一起吃这样子。一直小乌龟上去。最近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16年了，是16年，共同的朋友比较多啊，然后几乎2-3个星期、1-2个星期都会见面吧。都是一起出去的，就一堆人出去，几个人就没有单独的。后来
第一次单独聊天是在那个游轮上，有一次2个人单独在聊天，聊着聊着就有一点点感觉了。他的确定很多的还没有那个感觉想法跟我很契合。那段时间你只能聊天，因为没信号手机，而且跟他聊说，我觉得好舒服哦。其实我那个时候本来就很慢热，然后认识朋友，我会慢慢的更希望就是说去挖深一点。那刚好就到他这边就挖的比较多，已经挖了很多人了，就挖到这里是对的了。回到广州就开始单独约会嘛，然后就聊得更深，聊得更多嘛，更深入了解一点，慢慢就感觉来了，就在一起了。其实在这段时间17年一起嘛，在这前半年我们2个其实刚好在追同一个人。我没追，是你追，我只是有好感。没那个。对，可是那个人没有选择他，也是因为有一些观念上大家其实没有很一样。我觉得是他对未来的这个规划可能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回忆起来的一个点，没法跟他一起有我那种想要的伴侣生活。可是我已经追了他应该有半年了，可是就慢慢的了解之后觉得不对，就这感觉是不对的。我们就是确定在一起3天就住在一起了呀，好像大概是1个月左右吧，大家就交底了，大概的经济状况列清单那样子。那时候就感觉也挺自然的，也没有说问对方，就说了我的是这种状况，你有没有负债啊什么？你那时候已经1个月了，其实对同志来讲，而且我们又同居，就该到我觉得是该可以聊这些的时候。什么保险有没有保都已经都说得很清楚了。很想跟对方走下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告诉他，就2个人都很坦白。对，之前也认识有1年了，就觉得很熟悉，所以在一起3天就同居在一起，就觉得也挺自然的。对，其实这个同居就不是很建议这样子。就我们2个确定关系第3天，我是自己没有经过他同意，然后拎着行李，对，就去到他家。他一开门就吓到了，我不建议这样子，因为真的有风险。吓到1、2秒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同居的经历，那种感觉也没有说太那个，所以也很快就接受，就是错愕了一下，然后就没啥了。就后面回想就觉得不大好，万一被他拒绝了，我就要回家，就拎着包回家。主要是大家庭嘛，我们不是说一家人，就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样，可能还会涉及到亲戚啊，就大家感情特别深。结婚这个事情，就怎么讲都会是整个家族都会很关心你，所以你可能朝上人这一点压力会比较大。就如果他想出柜，可能你面对的不是自己的家庭，是整个家族，就爸爸那边还有妈妈那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都要出柜到的，就会压力会大一点。一开始因为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被安排相亲，我的未来就是要找个女的结婚，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行婚，是想骗婚了。可自己也没有骗婚的概念，就觉得我需要找一个女的去结婚，反正也不觉得2个男的可以一起去过日子。到后面就想了，那还不如去找个女同性恋去试一下结婚。就来到广州开始参加活动嘛，因为他们说参加活动有女同，那就去了。对，有拉拉。去完之后听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出柜还不错，好像我也可以试一下，就开始筹备1年的准备出柜。然后最后面就出柜了，就看到别人的故事，觉得我更想要那种生活，然后才去做了一些尝试。现在也挺开心的，因为如果我骗婚的话，觉得好惨哦。现在他可能要去外面偷男人，觉得好累哦。大三末期开始谈第一段跟同学的算恋情吧。然后因为我是经常都要跟同学一起吃饭，那段时间开始没跟他们一起吃饭。被他们知道说你在谈恋爱，他们以为是女生。那天给我闹到3点钟，他们要看他照片，到最后我就跟他们出柜。出完柜之后，他们不相信，就说 gay 哪有长得这么丑的呀？这 gay 不都是什么张国荣啊这种长得很好看，他们就不相信，就闹着玩。可最后他们还是很好接受。那个时候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出柜也挺好玩的。我们在一起之前都各自出柜了，第1年的那个。中秋就先去他家，因为中秋潮汕人那边是要大团圆，要一起拜拜，就把他带到我家里去了。我先在微信跟我妈妈说，然后我现在有男朋友什么的，我妈妈就说，你就可以带回来玩啊什么之类的。他妈妈比较温暖，我家人就是把他带过去，给我家人知道他跟我的关系，可就把他当客人去对待，可是也不会说给他甩脸色，还是很客气，就很讲。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接不接受他，可是就是做得很漂亮。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家庭氛围的问题吧，我感觉我很难融入，而且他们又说潮汕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吃饭也不说话，然后我觉得我很难找话题，就没办法跟聊天，就很难聊。有一个前提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没多久就商量过说，如果两个人走不下去，就是马上分，还是说去向第三方求助。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意思，就是说都去找第三方求助，去再看能不能挽回。可是我真的忘记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去求助。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到说过不下去，也没有到想试一下，就已经有一点点苗头，就是两个人沟通起来有点不是很顺了，经常会不开心啊，就有一个瓶颈，大概做了4、5次吧。他那个疗程是6节课，我们做了4次吧，我们感觉两个人好像。老师也说不用做了，老师也觉得说你们两个没啥问题的，那时候还没到7年，因为后面一次就是7年的时候，对，后面一次是在那个云南建水，在建水这旅游，那一次整个行程是自驾9天，可那一次的矛盾点就跟两个人，也算没关系吧，因为算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都有吧，不能说就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都有，然后觉得整个人就特别的崩溃，是因为我，那崩溃到就是那种很负面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那要不就算了。从我的角度，我就觉得情绪就还好，没有说真的过不下去或什么，就是闹一下情绪。对，就是很快啊，那个晚上很快不就好了吗？几乎都是当天就没了。可那一次闹的，我们有说出分手的，是你说不是我说，他没说，就第一次说分手，因为我们两个也约定好说是不能说这个词，跟离婚，现在要说离婚不是分手。可那段时间第一次说。可是第一次说是两个人是没啥事的，我觉得我也很累。我说这个很累，是我需要想办法去调节，怎么去挽回。第2天就好了。其实我们两个是喜欢小孩的，更多是经济实力的考量吧，跟时间的考量吧。就排开经济以外，我相信我们两个可以教育好小孩，就教育好。我不相信那个好，这个好的程度就是说，我的标准是他不会做坏人，至少是善良的，整个人是比较可能阳光的吧。我们两个标准就到这里，就不一定说他会大富大贵啊，然后会很聪明啊。养小孩我们两个是 OK 的，可是。就因为经济问题，我们两个就经济时间问题啊。因为我妈妈后面其实算是默认了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怕以后两个人老了啊干嘛，就的确有谈过要不要帮忙去弄个小孩。可我们两个真的就经济问题，我觉得主要是经济问题。我觉得经济问题是一部分，其他也是很重要的了。而且现在也觉得小孩会过得很累。我觉得你也像小孩啊，然后他多一个小孩我就不行了。是混在一起的，我们两个没有。最开始是有一个账户，大家一起存钱进去这样。我们一开始的用着财务是一个账户做共用，然后两个还是会独立。可现在呢就混了，用着就混在一起了，现在分不清。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说去有参照过很多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也会出现过说两个人相处好的一方那个过世之后，弱势的一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反而会落得很狼狈的一个情况。其实身边之前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我们衡量的结果就是两个人会做一个平衡，包括我们到现在也不是说我大方，是我想在两个人的这一个可能会尽量，不管是谁突然离开什么，另外一方不至于到那么糟糕，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是处于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可是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大多数人
刚开始可能不一定能 hold 得住，不管他的收入比对方高还是比对方低，我觉得对两个人的要求都很高，包括信任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都大家比较真诚的拿出来沟通，而且我觉得收入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开始我跟他收入其实差不多的，但是我也告诉他，我在这里工作天花板就是这样了。那现在他比我多了，那我接受。就是如果是10几年前我没有接触过收入比我高的话，可能我内心也会自卑。我觉得圈里面挺多人有这种的，就他一方面希望对方的条件好，可是好了他也会有一点点自卑。如果对方条件比自己太差了，他也多多少少有一点觉得心理不平衡。我觉得这个对双方的沟通的要求都挺高。这个说起来其实挺奇妙的。我们有聊过，我之前的想法，家就是我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有一段时间，他因为这个事情生气了，可能他会感受到说我的一些事情偏重于我的原生家庭，他就很严肃的跟我讲，其实他跟我在一起才是一个家，才是我以后长期持续下去的一个家。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冲击的，让我真的意识到说他才是我的家人。对，那也是你的家人。现在叫核心家庭。可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当时我也没想到这方面去，只有他讲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可是他应该在我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我觉得说我家，我觉得我也觉得也 OK， 只是有一种我觉得不是说话，是整个状态会让你觉得只是跟你拍拍拖而已，这种就是比较内心能感觉得到的。他只认父母的那个家，不认这个家，那就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两个都认，我觉得就 OK， 但我也没必要说比哪个重要，但是至少说这边也是个家吧。对。可我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没有说不把他当家人，只是说没这个意识，没想，而且他算是我比较严肃意义的第一段恋情，之前那些真的自己也没想那么多，可这个是真的会很认真的在谈的时候，这个观念的转换之后，后面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些很长远的一些规划。对，其实从那第一年他给了我这个概念之后，其实从那个时候持续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现有的家庭，我的整个的以后的规划什么都是围绕着我们两个去走。那可能后面的家我们两个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两个某一天失业了，那反正可能我们两个就不一定是说要固定的一个居所，我们两个可能就是有他在，能开个摩托车去到别的城市都是家，有他在就算。所以现在家的概念就是人的了，就不再是居所。因为小时候我一直都是家里面很少说一家人坐在这里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这样的，所以我一直都想象中就是一家人都是一起吃饭在家聊天看电视这样的。现在我跟他就是这种状态啊，不限制于说要物理的就是一定要在这里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搭帐篷，我有家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也挺明显的。我们一开始是觉得像小时候的过家家，因为听说很多同志不都很喜欢过家家，所以我们两个一开始觉得像过家家吧。最开始我们只是平时出去遛狗，去公园遛狗，打开帐篷就不过夜那种，白天在那里野餐，慢慢就开始出去外面过夜。现在我们有一个团队，而且现在我们的露营夫妇的露营团队，我们露营的方式比较像搬家式的露营嘛，会生活得很舒服，会有一些主题之类的，就更愿意，包括我们两个自己去也可以，跟一堆朋友去。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露营，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成长是抗压。为什么会说抗压力呢？因为我们有遇到过几次很可怕的天气问题，包括说整个帐篷被吹倒，包括漏这个东西漏那个东西，就是说电的东西没有带，然后整个人就比较容易焦虑。可是在一次一次的事件之后，你就会慢慢的觉得其实没带那些东西也还好，就慢慢的整个人会更平静。第二个是规划，你可能要安排好跟一大堆朋友出去的起居啊，包括整个的主题啊，什么都会安排得很好。但我觉得最主要是，如果两个人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你肯定要吃啊，要什么肯定要分工合作啊，就是很多事情要合作的。对，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是比较考验两个人。当然我们两个也经常会吵架，从一般的搭帐篷开始，他可能更多是根据感受的，我可能更多是
根据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什么逻辑啊，这样比较快，效率比较高，他可能这样比较舒服，两个人经常是不一样的。几乎每次都会吵架，就吵得比较多。以前可能两个人会离开这个喧闹的城市，去找一个地方听水声，去钓鱼，然后很放松。现在呢，我们已经变了，因为现在一去呢，就是一大堆朋友。那朋友去了要玩什么呢？你得帮他们想好啊，唱 K 啊，然后还要打光啊。如果要一起看流星、看月亮，你得有望远镜啊。只是说可能会想要更好玩一点。最开始还是参照异性恋，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起结婚，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家？只是我们没有生小孩而已，跟他们一样的。包括我没跟他在一起以往的交往，就会没有想过会把两个人的在一起生活这个地方当成是像异性恋那样子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当时亲友会相聚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认识很多别的伴侣，看到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有一些朋友这个房子有可能他们是租的，但租的时候总有他的名字租的，他给租金的，那另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们会出现什么状况？如果是买房子的，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名下的，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在一起之前有别的朋友，但他们不管好的不好的，我们都知道大概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们就两个人就会说了，就提前预设了这些。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同性恋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预设这些，也没有想过，就哪怕是想挑战也很大。对，我们很愿意去更多去认识圈内的朋友，就在这个社群里面去看大家的一个生活相处的。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些拿出来讲，就有聊过一些不能说的话，包括说什么分手，包括说什么滚出去啊，这个是我们两个已经商定好的，在一起没多久之前，就这些话是不能讲的。对，我认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挺自己的，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点，就是对对方是很坦诚的，对于自己在一些事情的感受啊、自己的欲望啊什么的，我对他都会特别的坦诚，所以我认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做自己的。我们两个在很早之前有聊过要结婚这个事情，说如果我们这边是允许结婚的情况下，我们两个要不要结婚？我们两个都特别的愿意，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保障，会让两个人更安全。所以我们两个第一个对这个事情是很认可的，因为知道实际情况是没办法，暂时现在也没办法结婚。是刚好有一次机会，然后有一个朋友准备要结婚。22年去跟他去吃火锅，他说他想结婚。美国犹他州那边有一个线上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过程，你不用去美国，你只需要去交$100多的费用，你就可以就完成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吃饭的时候就很坚定的跟他们说，我们两个也参与，就像组团去团购的一个结婚一样。那时候只是纯粹觉得好玩，不会有觉得有任何作用，直到最近才稍微觉得有一点点作用。就是要登记车的那个进出，早去物业就说一定要业主的、那个车的名字是我的名字，要结婚证登记证明你们是夫妻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给物业，我说我们两个结婚了的，就是我们在国内唯一也是第一次交个结婚证的用途。物业承认了，物业好像他也没看过，他就觉得可以。如果说我们出去外面一些承认这个同志关系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有些地区可以去称对方是伴侣。结婚这个事情是就有点你会觉得它好像有点不太真实，在国内的传统的这种婚姻的那种感觉跟严肃性，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包括结婚证，它结婚证上是没有照片的，而且我们登记的时候上传的照片就用手机这样自拍一下，那种感觉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这个有一点点怎么讲，不够正式的那种感觉，重不够。好就好就是说我们这个结婚是在这个事情发生在之前头个2-3年，其实我们就商量过了，也期待这个结婚，所以知道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觉得它不像我们传统婚姻或者什么样，但也跟着做了。做完之后呢，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特别，我会觉得我们的结不结婚的生活方式好像完全没有改变，也没有任何变化，内心的那个感受好像又真正的结婚了，好像他又没有，然后就给我这边的家人发，也给他的家人发，他家人是有祝福我们的，
可是我家人这边呢，因为那时候我家人其实对我的接受度没有特别好，就说啊你干嘛搞这个东西，他们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就表弟表妹他们就很开心，就觉得如果国内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搞一次，按照老家的规矩去搞。想换个好一点的房子，因为我跟他抱怨过，就觉得好像这个没有给到他一些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包括他上班可能会比较远，每次回来他也会说有点那什么。当他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给你一些更好的条件，好像也给不起。就会物质上会觉得需要提升，人的话应该没啥。我觉得这方面他有点像异性恋中的那种大男人主义的那种想法。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好，我一直都觉得大家相互的嘛，一起努力。刚开始我们也想过就是换房子，最重要经济的考量和别的考量，目前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对于我们两个是最好的了，已经是最舒服的。我觉得也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不过你说到这一个，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挺好的一个点，他会持续给对方一些新鲜感，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所谓的这个家之后，身边有一些异性恋或者是同志的伴侣来跟我们抱怨，就对他们家的不满意。我们两个偶尔就在家聊八卦嘛，就觉得我们两个还好。第一个是很愿意去分享对方的感受啊，然后很喜欢把很多东西抛出来讲。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点，他很喜欢一直给我一些很新鲜的一些东西。到现在其实他还是会给到我一些，包括最近养的鱼啊，然后养螃蟹啊，其实我们最近干的事情，虽然价格都很便宜，就几块钱就很多鱼，可是就很开心。包括之前露营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慢慢的往生活里面去加，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信任啊，真诚啊，就差不多。说那些都是基础，但我觉得平时交往之间，我觉得也是要注意一下。身边确实最近几年有一些朋友分手的，或者是单身的，我自己个人总结看来，我就觉得他们是没太互相分享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一般都是约会、看电影、吃饭，不会聊别的，也不会聊太深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情感就比较浅，双方都没有那个安全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能够走这么久，我们两个很喜欢泡社群。我觉得社群给到我们的支持也是特别的多，包括朋友啊，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专业领域上的一些人，我觉得给到我们一些很多的支持。最近也是有一对朋友，他跟一个交往了10年多的朋友分手了，然后最近又谈了一段新的，可他又给我说很焦虑，感觉又要分手了，因为他一交往他就想退圈。他一交往，他就觉得他要跟其他的关系去做切割。其实我会更喜欢做交集，就把我们两个的不管生活呀、朋友啊、经济啊什么都，可这个是有风险的。可我觉得这个会对关系会更好一点。11岁的那个。关注阿强同志，带你探访100位同志的家，看见100种爱的模样。